如果你和父母疏远过，你一定听到过这样的话：他们已经尽力了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？你怀疑过自己，是不是我太敏感？是不是我不孝？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真正能轻易断联的人，往往没有多大愧疚，而真正痛苦的人，往往挣扎了很多年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一个人是怎么被一步步逼到断联的。很多人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的时候，说的不是我爸妈有问题，他们问的是，为什么我总是遇到伤害我的人？为什么我一紧张就开始怪自己？为什么我明明有话却总是说不出来？为什么在工作里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？他们怀疑自己，责怪自己，甚至希望得到一个是我有病的诊断。很少有人一开始就说这一切都是我父母的问题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不是为了责怪谁，而是想搞清楚这些反应是怎么来的。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，孩子必须依附父母才能活下去，哪怕那个父母羞辱他、贬低他、冷落他，他仍然得抓住他们，哪怕只能在父母身上找到一丝善意，仅仅一点的好，孩子也会紧紧地抓住不放。所以孩子会放大父母的优点，为父母找借口，把责任怪到自己身上，说是我惹妈妈生气了。这不是孩子愚蠢，也不是所谓的天生共依赖，这只是生存的本能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一个人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讨好别人、过度负责、压抑真实感受的人，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成年之后仍然会继续运行。生活在健康家庭里的孩子会慢慢长出独立的自我、清晰的边界以及和父母相对平等的关系。但在心理不健康的家庭系统里，你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更像是父母的延伸，是他们的情绪调节器，是他们的骄傲，或者是他们的羞耻。当你试图分离时，你会有罪恶感、不忠、不孝，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冷血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成年人即使到30岁、40岁，在父母面前依然会退回成一个无力的小孩子。当一个人进入心理治疗，开始理解这些模式之后，他也会尝试着设立边界，说出真实的感受，以一个成人的姿态出现。但家庭系统未必会一起成长，尤其是在自恋型或者是高度僵化的家庭中。当你开始设定边界时，迎来的可能是嘲笑、否定、羞辱，甚至可能被说成不孝、矫情，被洗脑了。于是你就站在了一个分岔口，继续成长意味着疏远，继续忍耐意味着压抑自己，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痛。真正走向疏远的人几乎都经历过希望被理解、被听见，也希望家庭能够改变。他们不是没努力过，他们沟通过、解释过，一次次走进老虎笼子，但结果无效。当他们终于减少联系，甚至选择断联时，伴随的往往不是解脱，而是巨大的悲伤、深层的内疚，以及对那个理想家庭的哀悼。那是一种痛，承认它不会变了的痛。父母都会犯错，但在健康的家庭里，有修复，有共情，有承担责任，也有足够多的安全时刻。那些错误最终会变成疤痕组织，愈合之后反而带来韧性。但童年不能疤痕多于皮肤，如果伤害远远多于滋养，那就不是简单的父母不完美了。一个有点讽刺的现实是，真正能轻易切断关系的人，往往是冷漠型、攻击型，或者有点自恋特质的人。而真正有共情能力的人，切断家庭关系是非常痛苦的。即使他们后来变得更轻松、更健康，也依然会说，我还是有点愧疚，
我希望事情可以不一样，那种哀伤不会自动消失。更让人难过的是，社会上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他们已经尽力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忍一忍？家人就是家人。这些话等于把责任又重新丢回到那个受伤的人身上，这是一种二次伤害。最后我想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定要断联或者一定要维持这段关系，而是你是不是已经看清现实，你是不是开始明白自己很多反应是从哪里来的，你做这个决定是出于清醒还是出于内疚。打破代际循环本来就会痛，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视频，断联不是任性，往往是一个人用尽所有努力后，为了停止伤害而做出的选择。如果你正在走这条路，请不要羞辱自己，你不是在逃避，你是在面对现实。我们下次见。